韩律，哎，怎么样？不太高兴。说什么了？啊，聊点明山的事儿，态度怎么样？特别坚决。咱不能不讲理呀！这么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笔钱必须退。我退，只要陈硕退了我就退，我不能把陈硕给出卖了吧？不要再管陈硕什么问题了，好吗？他马上就不是这所里的人了。什么？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。你也一样。退钱。这我税都交了，我不退没那么多。税不是问题，所里给你补上。好，我退。说好了啊。啊，退。师傅，咱别玩了，他怎么想的？韩主任。啊，韩律，别批了吧。老哥，我保不住你，他们逼我退款，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答应。啊，这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做主就好，不用指挥我。别拿鸡蛋碰石头啊！嗯，哥哥，我是没办法。对，那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，你得小心点他。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，以后也用得着老哥的地方。韩律师，老哥，这事儿呢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处理好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感谢你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之前挺圆滑的一个人，这回怎么那么轴呢？我是没有办法了。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吧？张志，你去通知他，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，要求他马上退款。如果拒绝的话，那就只能请他离开良生所了。好，我通知他。你俩给我来一下。陈律师，呦，张主任有事儿方任啊，回避一下。啊？不用，没事儿，这我徒弟，他在这没事儿，您说。陈律师，我今天呢只代表合伙人和你谈话，那笔钱呢你必须退。同时呢，我也代表合伙人向你保证，只要你退了，你的损失啊由所里补。我拒绝了，不退。那对不起啊，陈律师，良成所不能留你了。我走，没问题。我手上现在是4个案子，有2个呢是进所里之后签的，有2个我自己带过来的，所以那带过来的2个我可以带走吧？那不可以，只要你在良成所办过的案子啊，都属于良成所。这太霸道了！你说咱这么大所，不怕让人笑话吗？陈律师，既然决定了，那么现在，此刻吧。啊，可以啊，你俩进来。啊，不用，别劳烦他们啊，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啊，没多少东西。那陈律师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啊，不必。你们俩在这看着，他能带走的只有他的私人用品啊。是的，张主任，等我一下。这没你事。等我一下。你俩回去吧，我在这盯着。张主任呢？你俩回去干活啊，真的没事。我真走。这贡献还是挺大的。方律师，到底为什么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苏哥，我不用，千万别动手。你只要动了，让他们看见，你日后在这所里面你就难受了。该我师傅到底怎么了？这个事情是当事人背弃器背叛他，所里还不保护他，在这个时候开除啊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法律和原则啊！你说你一个实习生，你懂什么？
我可以不懂，但他是我师傅，他也是所里人呀，你应该保护他呀。方瑞，想不想继续在所里工作了？你要开除我吗？这个案子我也拿钱了，你是要连我一块开除是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方律，哎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回去冷静。我求求你了，哎，方律师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师傅，我求你了，方律师。所里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能理解。哥，你倒是再跟他们刚一下。我刚了，刚过之后就是现在这种结果。哎呦，这垂头丧气的。你说你是不是费这事干什么？跑上去，结果不还是一样吗？方瑞啊，师徒一场，我今天离开良政所，我也肉麻一回。跟你在一起共事这段时间呢，我很开心。能做你师傅，让你做我徒弟，我也很开心。这段谢谢你陪我啊，咱们来日方长。陈二，你资质不错，但少耍小聪明啊！加油，你也一样，努力点，司法考试给过了。走了。方瑞啊，近期呢，我想休一段，什么都不想干。你呢？我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复习备考，今年一定要考过。自己说话算数啊，一定得考过，知道吧？咱俩就随时电话联系就行啊。我走了啊。师傅，我有事要跟你坦白。坦白这么严肃吗？什么事儿？我在您身边，其实是有任务的。哦，还有任务呢？什么任务啊？说来听听。您来良辰所，经常去档案室里看案卷，所里对您不放心，就把我安排在您身边，看看您看的都是什么案子。你姑姑派你来的？应该有他的意思，但不是他出的面。嗯，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还有一个事。还有？对不起，就是我趁你不注意，我偷偷把老韩代理贺小辉的案子给藏起来了。但我发誓，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姑姑说。就那份授权书是吧？你想想啊，方瑞，这个授权书我那天是真的忘了落在了办公室呢，还是我故意留下来，想让你故意发现？你自己想想。反正我没记错的话啊，我当时是把那授权书放在了那一叠文件的第2层。师傅，您知道这事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设计的呀。方瑞啊，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呢，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我很清楚。我在心里边对你也是设防的。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看着很亲近，就这样面对面的，你跟我笑，我跟你笑，实际上心里边都有界限，都设着防。而最后可以真的放下这些设防的一切，坦诚相见的人不多。咱们2个经历了这些事儿，我们算幸运，以后就是一辈子好兄弟了。师傅，
我把这些事说出来之后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我先走了，走吧。行，你开慢点儿。行。方瑞，哎，没别的事儿瞒我了吧？没别的事儿了。今天一说就说了2件事，真没别的了？没有啊，真的，真的啊。快去吧，跟你开玩笑。行，我走了，师傅。嗯，你开慢点啊。哎。方律师，那方瑞居然也要跟着陈硕共进退，你不劝劝他？马上向明山集团致函，邮件也发一份，告知他们量程所同意将收到的全部款项退回。至于陈硕律师本人收到的款项，纯属他的个人行为。目前，陈硕律师已经离开量程所，所以量程所对他的个人行为概不负责。要我说，你也是傻。陈硕是陶正找来的，应该是他让陈硕走人，你去掺和什么呀？陶正多鬼啊！方力宏几次让他跟陈硕谈，他也没谈出个屁来。这次啊，这是眼看就要踩地雷了，就让我去通知陈硕。就陈硕那个臭脾气，我凭什么受啊我？哎呀，陈硕也是看着猴精的。你看他这协议签的啊，代为签收法律文件，代为收取执行款项。光是代为收取，没说代为分配。他这擅自分配，那不是正中下怀吗？算了吧，老韩，这事儿都和你没关系了。再说了，所里不答应补偿你的损失了吗？你还生气个什么劲儿？我没你那么大度，我到手的钱飞了不说，他们还欺负人，还不但欺负陈硕，连老子一块儿欺负，凭什么呀？真以为老子是任人宰割的？进来。孙总，你好。哎呦，韩律师啊，找我有事啊？您看，咱们合作一场，不至于撕破脸吧？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？咱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的。走。好。孙总啊，你看我这次来找您，我为了表达诚意，我的那份钱我已经退了。哎呦，那谢谢你啊。我们所的那笔钱呢，也很快给您退回来。这个陈硕的工作我们正在做。啊，替我谢谢你们所里。哎，不过这么一来，我白给你们忙活了大半天，1分钱没挣着。我能说句心里话吗？啊，你说。我觉得这件事吧，你们做的不地道。你看，不管怎么着，没有我和陈硕律师的努力，你们指望什么跟人家明海达成最后的协议？指望什么让明海还你们2000万呀？这事儿，我们没办法。企业在等着用钱，你们胃口又太大。可是您这转过头来就把我们律师坑了，这有点说不过去吧？这个我们也没办法。您上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谈好了吗？只要你们同意让步，我们呢也会相应的给一定的律师费。可没想到陈硕律师是一步也不让啊！不瞒您说，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，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，那按照法院的判决，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，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。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，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，可企业还等着钱救命呢。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，
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。您说，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？不履行就不履行吧。可是您让我们还钱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咱们不是原来说好了吗？我们提的那560万归我们，然后您再报销陈硕律师的前期成本。是，原来是这么说的，可无奈这陈硕律师是一步不肯让啊，而且陈硕律师私自提款这个行为，可是涉嫌违法呀！啊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钱全都打回来。那既然能这样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哎呀，合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年，1分钱没挣着，赔上了前期成本，还得承担法律风险。哎呦，我们这案子办的真是……孙总，不管怎么说，您能当着我的面开诚布公的说这些，非常感谢。韩律师啊，您今天能来，我也很感动。我孙明山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我以前也被人坑过，知道被坑的滋味。其实呢，这件事本来就是想先把钱打过来，然后我们双方再谈一个合理的价格。那今天既然您来了，这样吧，等我和你们陈律师这档子事儿解决了，您再来，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补偿。太感谢了！您看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，那个钱我给您退回去啊。我希望您能看在我忙活的面子上，不要为难陈律师啊。哎，他要是能像您一样把钱退了，我不为难他。爸，包瑞，你在哪儿呢？你马上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已经租好房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姑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。今天我就明确的告诉你，你不能那么做，那是你亲姑姑，你怎么能跟她对着干呢？你们现在又不讲法，开始讲亲情了是吧？我说我不回去，而且我早就成年了，我以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你们别管我，你们不用再替我规划人生。越来越不像话。你说什么？梁成锁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？对呀，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，那肯定辞了我。这不仗义，太不仗义了，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！这，啊，用着你的时候，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，有点风吹草动了，先把你辞了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这，哎呀，不提他们了啊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！哎，你怎么办？现在别喝点水。怎么办？反正一无业游民呗，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，得找个所吧。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。回来吧，回大正，不在那儿干了。前几天主任还说呢，把你放走可惜，咱们回来。主任真这么说呀？真这么说的。不回去了，回去啥呀？我回去了，他们肯定就说他在梁成所混不下去了，所以就回来了。我这么要脸一人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不回去。老薛，今天找你来，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挺重要，我也指望不上别人，就靠你了。说什么事儿？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，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律师来起诉我，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，所以我就要委托你，你代理我去给明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，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，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，1分钱都不能少，啊。最重要的是啊，
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？我这得让他付出代价，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。诉前保全。对，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了。我肯定封了他呀，他让我不好过，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。可行吗？怎么不可行啊？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，你就是个委托律师，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，主体是格吗？行啊，业务精进了，现在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你想的挺全面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没问题。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嘛，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，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，他们不参与，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。这协议我放里边了，你主体的事不用太担心。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前的保全，这个有点麻烦，但我相信你啊，你今天呢就把这申请去给交上去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你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。法院接受了，你就盯着法院，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。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，我让这孙明山1分钱他都动不了。1个月之内我起诉。你想好了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不是想拖死吗？我确定。好，诉前保全我帮你，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你啥意思啊？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，你惹不起，害怕？不是这事儿。你想啊，你现在呢，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，这不是1天2天能办成的事儿。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、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。我，不是那最佳人选。罗英子是。哎呀，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，你让罗英子啊给你代理。不加入，不加入。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。你想想，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，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，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。你这样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说，我给罗英子打电话，你别说话。你干嘛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别，这打什么电话？我就给你放下。我生气了啊！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？啊，许卓是什么呀？许卓就是个人，不过是有点传说。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？罗英子也不例外。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，它就不是传说了。罗英子是个好女孩，也是个聪明人啊。咱正好借这事儿，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，这不挺好吗？不好，她现在经手万和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，这情况这么复杂，你让她代理我的话，这合适吗？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？哎呀，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？哎，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咧的，这行了，这协议带不带？把协议签了。带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，不知道什么行。不提了，说不了话。还是那格式。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？手下留情啊！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，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，老哥。喂，没写错吧？1块钱。没错。你真的假的呀？你假仗义吧？我跟你说，那钱全拿回来，你肠子悔青了啊，老薛。兄弟，其实这么多年呀，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。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，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，你心里边明白，我心里边更明白。兄弟，你现在遇上难了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去。真1块钱啊？真1块钱。来吧，里外的抱一下。抱一下。哎呀，好好的啊，有我呢。有你在我就安心啊。去。
我办起事儿去了啊！这拿好了。嗯。老薛，哎，那个真的谢谢。谢个屁！走了。嗯。孙总，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，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，这事儿您怎么看？晾着他，晾多久？我就怕把他晾成个风干肉，又硬又难啃，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。高律师，陈硕原来有梁成锁给他撑着，咱们难免受点牵制。现在他都被开了，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，沾谁谁咸，不成气候，怕他干什么？懂吗？是。来，进来。孙总出事儿了，法院把我们的供款账户给封了。啊？为什么封啊？凭什么封啊？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。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，法院裁定通过了。什么叫保全？什么叫诉前啊？怎么回事，高律师？我那钱怎么办啊？这钱暂时动不了了啊，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，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封。他是故意的，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你。咱们可以复议，但这需要时间，而且存在诉讼风险。我建议，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，准备应诉吧。陈硕就是个混蛋。孙总，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。我诉500，他要500啊，一个比一个贪心呐。孙总，账户一天不解封，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。万一将来哪天起诉了，再拖上几个月，咱们开不了工，发不了薪，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。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？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，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的。哼，许卓、陈硕、明海都想拿住我啊，都想逼死我。哼哼，哎，答应他，但是啊，我要风险代理。许律师，我们孙总同意了，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，您看成吗？你这小男朋友行啊，长得不错，还有钱。可拉倒吧，他有什么钱啊？他还欠我钱呢，我还得帮他要账，我光给他操心。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，还没在一起就当妈，那可是大忌。问你个问题呗，有没有8块腹肌啊？这我哪知道呀？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，没摸摸呀？没事吧？害羞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徐律师，脸都红了你。我是千叮咛万嘱啊，这事儿就靠您了。这个案子找别人不敢说，找我不会让你们老板失望的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成，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名山的法务啊，之前来找过徐老师，上一次价格没谈拢，这一次应该是成了。你吃啊？我吃啊，你不吃酱？我不吃，我减肥。他刚给我打电话没接，我去回一个啊。问问有没有8块腹肌啊？喂，秋姐，许卓确定代理名山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现在怎么办？要告诉罗姐吗？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你别让许卓发现你。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。行。哟，
今儿就夏叔一个人去卓越所卖命啊？你跟家多清闲呐！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？他一个人去就够了。哎，那要不然叫我夏叔出来吧？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，挺不容易的。我请你们吃大餐。吃大餐，先待会儿再说吧。我问你啊，哎，你是不是把之前良城所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？我又不到那儿上班了，我还留那群干嘛呀？他们所破事儿，我一点都不想知。3天前，良城所跟陈硕切割了，良城所逼陈硕走人啊，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。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，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？因为什么事儿啊？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，被明山集团威胁起诉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明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。什么？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明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，只不过当时没谈拢，还没签合同，我就没跟你说。许卓代理明山，良城所又辞退了陈硕。哎，不是，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，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？所以我才觉得，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。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，那良城所至于吗？那还会有什么呢？明山找许卓，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。喂，陈律师吗？我许卓，我们可不可以见见？徐律师啊，这地儿不错啊，有腔调，够大，但少点人气啊。我没在里边待过，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？没人关心，挺凄凉的吧？这可比里面大多了。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，只要我能出来，就绝对不会再回去。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。但当我再次安全脱身的时候，我非常清楚，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倒我。许律师，你给我讲这些还挺励志的，但是我也不是崇拜你的小姑娘，你说这些呢，我也不会被你打动啊。请坐。不了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我并不想和陈律师为敌，接手明山，我实属无奈。只要陈律师愿意和明山坐下来谈判，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，那钱的事情好办。许律师，你今天约我来，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，明山集团知道吗？我没告诉他们，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。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，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？还有啊，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回复你，我不同意。陈律师，我和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什么逼我？对呀，这话说的没错呀，咱没什么仇怨啊。就算是3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，我输了，可也没什么仇怨呢。我为什么逼你啊？啊，再说我逼你什么了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好吧。现在，我不代表明山集团，我只代表我自己。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不找我麻烦，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。许律师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呀？这么说，就是不答应了。不怕树敌吗？
我陈硕走得端，行得正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因为这件事儿，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，随便，我不怕。再想想。不需要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喂，陈武良，听说你被梁政所开除了？啊，被你说中了，被开除了，有事儿啊？有事儿啊？你干嘛呢？无业游民能干嘛？闲着呗。正好，咱们见一面吧。有事儿吗？见面再说吧，好吧？老地方见啊，我这就出发，挂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灵山的事我听说了。啊，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？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。倒是你挺奇怪的，就为了我特地过来的，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？什么意思？没听明白，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。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啊？那我告诉你，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。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。我劝什么降？我为什么跑过来？你不清楚吗？不清楚。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？为什么呀？跑这么老远？因为什么呀？这样子呢，就算是最后我输了，大不了我还钱呗。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呀。只是想谈案子。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。我问你呢，只是想谈案子。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。那行吧，那就谈案子。还有，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。发过去了。案子呢就是这样的，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，官司赢了，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。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，我当时留了一手，规定了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，就视乎于律师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，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。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。当然了，我没这么做。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，我自己提出了560万。那么现在民山呢要求我退还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告我。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，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划或者分配代理费用。我知道，我当时没提这个，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。能拿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问题。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？我建议你自保。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，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。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，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。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，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。你之后可以再拿着协议起诉他，
未必不能赢。什么时候来一口一个徐老师？能不提他了吗？他不重要。那谁重要啊？我陈硕重要吗？你告诉我，龙英子，我重要吗？重要吗？他不重要啊！行行行，他不重要，我也不重要。他不重要。这件事情可大可小，全看明山的态度。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，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。如果他们告你侵占，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。我知道会是这结果。那你作为律师，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。你代表明山的话，你往哪个方向打呀？你会往刑事方向打吗？当然不会啊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呢。那不就得了？你提什么刑事呀？你刚刚说了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，除非你知道这个许卓，他一定要告我侵占，把我送到牢里边去。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嘴脸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站他呢？现在咱们能不提这姓许的了吗？我今天来就认为你应该跟明山协商啊。行了，陆英子，咱不聊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我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，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，我谢谢你。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，这钱我不可能退，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。你很重要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